好，很好。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与鬼宗殿想法不同，日后怕是难为朋友。宋云飞此刻早就是一脸怒色，任凭他心腹如何之深，此刻却也是无法隐忍。显然鬼仇老人的抉择是真的刺激到了他。宋云飞小友，有你自己的想法，那是你自己的事，这种事情我鬼宗殿决定不来。鬼仇老人笑着说道。看来对于宋云飞这种反应，他也早就预料到了，所以这鬼仇老人倒也没有一丝波澜。很好，今日之事有你们后悔的一天。宋云飞指着鬼仇老人说道，他此话又是另含深意，是在告诉鬼仇老人，今日鬼宗殿选择与楚风交好，从而与他宋云飞决裂，迟早会后悔。他宋云飞绝对强过这楚风，我做事从来不悔。鬼仇老人再度笑了笑，面对态度坚决的鬼仇老人，宋云飞气得脸色发青，就连身体都在发抖。此等情况下，他也是懒得继续废话，大袖一挥，便准备就此离去。只是离去之前，却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眼中充满威胁之意，就好像是在告诉楚风，你给我等着。只不过对于宋云飞这满是威胁的目光，楚风却是微微一笑，说道，今日还真是让宋兄失望了。我失望？你这是何意？宋云飞很是不悦地问道。无需明说，你应该懂。楚风说道。懂。宋云飞自然很懂，韩愈是他请来对付楚风的，结果却败给了楚风。他想用自己的身份逼迫鬼宗殿远离楚风，结果却换来了鬼宗殿坚决的态度。只不过这个态度是坚决的选择楚风，而不是选择他。宋云飞今天真可谓是满盘皆输，丢人到家，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宋云飞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去。见到这一幕，莫说是那些小辈天才，就连不少围观之人也是看出来，这宋云飞非常的不喜欢楚风，是要与楚风为敌的架势。一时之间，不免有人为楚风担忧。宋云飞在星陨圣地的位置举足轻重，这可是星陨圣地未来的接班人啊！楚风得罪剑王之城也许没什么，可是星陨圣地，楚风真的得罪得起吗？那可是大千上界之上，除了楚氏天族这个霸主级的势力之外，最强大的庞然大物。可就在宋云飞刚刚离去之际，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却是迈着优美的步伐，踏空而来，走到了楚风的面前，以一种非常温柔的语气说道，楚风公子，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什么事？楚风问道。这里不方便，不如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谈，可好？夏雨儿说道。此刻楚风思索一番，最终还是应下。随后只见新一长老大袖一挥，一层力量便将楚风和夏雨儿包裹。下一刻，新一长老以及夏雨儿和楚风三人便同时消失。看到这一幕，宋云飞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已经明摆着要与楚风过不去，可是夏雨儿和新一长老却还这样做，这实在是让他太难看了。而这一刻，围观的众人也似乎知道宋云飞为何会这般与楚风过不去了。搞了半天，新一长老保护楚风是受夏雨儿的安排，而宋云飞身为圣子，见圣女竟对楚风这般友好，心生嫉妒，倒也正常。可是只因这种事，便这般难为楚风，倒也是让围观之人在心中对于宋云飞有些轻看。当然，这只是不明真相者的猜测，至于事情的真相，他们不能确定。而楚风，他只感觉周围一阵模糊，当眼前变得清晰之际，他发现已是离开了虚空神树，远离人群，身在一座战船之上。这战船飞在白云之巅，速度极快，而这船上自然并非楚风一人，新一长老和夏雨儿也都在。夏姑娘说有事找我，不知道是何事。楚风问道。事情是这样的，我星陨圣地的上一任掌教，在九玄上界游历之时，与九玄上界的霸主级势力九玄宗的太上长老结识，二人一拍即合，结为好友。后来九玄宗的那位太上长老也常到大千上界与我星陨圣地的掌教共同修炼，钻研武道，偶尔也会四方游荡，寻找秘境。二人曾在多处遗迹，位于我大千上界的平山峡谷内，也曾寻得过一处秘境。夏雨儿讲述着。可是当楚风听到平山峡谷的时候，却是心中一动。楚风在进入那变幻秘境的时候，曾在其中寻得一张地图，那地图乃是剑道尊者的目的所在。简而言之，那是剑道尊者的藏地，而剑道尊者的藏地所在的地方，就是名为平山峡谷的地方。尽管心中已是泛起波浪，可是楚风表面却是依旧平静，他未开口，而是继续听夏雨儿说着。平山峡谷内寻得的秘境有些特殊，虽然谈不上是神迹，可却也是一座难得的宝藏。当初我星陨圣地的那位掌教大人与九玄宗的那位长老，皆是在那秘境内收获极多。只是那平山峡谷内却是有一处地方，连他们二人都无法进入的地方，那个地方却也是他们二人最想进入的地方，它名为传承窟。夏雨儿说道。传承窟，听名字似是一座不得了的宝藏。楚风说道。对，当时我星陨圣地的那位族长以及九玄宗的那位长老也都是那么想的。众所周知，大千上界遗迹无数，可是若是消息传出去，被楚氏天族知道，那么如同那样的遗迹，则就成为了楚氏天族的。说实话，当时我族族长是有私心的，他自然希望能够得到那传承窟内的宝物，所以我族那位族长遗迹九玄宗的长老干脆就不走了。他们二人常年坚守在那传承窟处，想尽办法想要破开入口，可最终都未能如愿。甚至后来九玄宗长老还前去请来了他九玄宗的宗主，那都未能打开那传承窟。可你要知道，那九玄宗乃是九玄上界的霸主级势力，而九玄宗的宗主更是名副其实的尊者境高手。夏雨儿说道。这么说来，那传承窟可能是远古强者遗留，否则不会那么难以破解。楚风说道。不，恰恰不是如此。那传承窟以及平山峡谷内的遗迹，虽然有些年头，可却绝非远古那么久远，距离当时我族族长发现它的时候来算，最多也就是几万年而已。夏雨儿说道。那么近，那是何方强者留下的？
最终可有结论？楚风问道。楚风其实已经有所怀疑了，楚风所怀疑的对象乃是剑道尊者。楚风在想，那多半是剑道尊者留下来的，所以楚风才这样询问。但是九玄宗的宗主也是尊者及强者，连他都破不开那所谓的传承窟。倘若那真是剑道尊者留下来的，那么剑道尊者似乎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厉害。没有结论，可是那传承窟最终却还是开启了。夏雨儿说道。如何开启的？楚风问道。自动开启的。夏雨儿说道。自动？听得此话，楚风有些意外，的确是自动开启的。虽然开启了，可是我族族长以及在场的高手都入不得。后来发现只有小贝可以入。夏雨儿说道。只有小贝可以入。楚风再度吃了一惊。没错，不仅只有小贝才能进去，而且必须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否则也是没办法进去，并且人数有限，每次只能进入10人。夏雨儿说道。那可有收获？楚风问道。有。后来我星陨圣地和九玄宗各自挑选了5名小辈进入那传承窟内，后发现传承窟内也并非进入其中就可以得到传承，想获得好处需要破解，而每次的题目几乎都不相同。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每次破解都与界灵师有关。而那传承窟每个100年开启一次，这么多年来，每到开启的时候，我星陨圣地与九玄宗就会各自派出5名小辈前往传承窟，并且有一个约定，每个传承点被哪一方破解开，就归谁。夏雨儿说道。你说要我帮忙，莫非与这事有关？楚风问道。我想请你随我一同进去，若是能够抢先破开传承点，到时候传承与我们共享。夏雨儿说道。可我并非星陨圣地弟子，应该不妥吧？楚风皱眉说道。楚风第一想法是为了让楚风帮助夏雨儿，夏雨儿可能会要求楚风加入星陨圣地，但楚风已经下定决心不加入任何势力，这是原则问题。楚风不可能因为一点好处就加入星陨圣地。自从100年之前开始，我星陨圣地和九玄宗都没有那么多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小辈出现，所以去年便决定可以带着外援进入。而今年我星陨圣地的小辈之中也是达不到5人，所以找你帮忙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九玄宗也一定会找外人帮忙。夏雨儿说道。虽说是同盟，但看来也要争夺，这种事也许你们之间没什么，像我这种外人掺和进来，可就是要得罪的人的了。若是九玄宗看我不爽，日后暗中对付我，我可就太冤枉了。楚风说道。在大千上界内，九玄宗绝对不敢对付你。夏雨儿说道。那也就是说，除了大千上界，那九玄宗就不会放过我。楚风说道。不可否认，的确是这样，你是聪明人，我也不骗你。可是楚风，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难道你真的不想去？修武世界本就是机遇与危机共存，若是怕危险，就难有长进。不过你楚风可不像是会惧怕危险的人。夏雨儿说道。怕不怕是一回事，但是帮不帮是另外一回事。楚风说道。楚风的言外之意是，若是自己的事，再危险也不怕。可现在是帮你夏雨儿，最大的好处还是归你星陨圣地，那这个险是否该冒，可就真要考虑考虑了。楚风小友，你放心，我星陨圣地绝对不会白让你帮忙。进入那传承窟内，只要能够开启传承点，你可与我星陨圣地的人共享传承，而这只是其一，这是我家圣女为你准备的报酬。就在此刻，沉默许久的星翼长老终于开口了。星翼长老说话间取出了一个盒子，盒子打开，里面藏放着一把红色的大刀，而在盒子上还写着3个字：血玄仙刃。这是一把仙兵，品质谈不上非常优秀，可至少比楚风的那把暗石之笔要强得多。楚风小友，这仙兵只是一点诚意，绝非报酬的全部，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说，只要不过分，我们一定会满足你。星翼长老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需要炼兵的材料，可以炼制半成仙兵的材料，我要10份。对了，必须是上等品质，可以炼制仙兵的材料1份，无需上等品质，但也不能太劣质。楚风并未做作，毕竟在商言商，这是交易，楚风没必要客气。更何况这下雨儿是有事求他，这样一来，哪怕星翼长老先前帮他，他也是有私心的。可以，除此之外，楚风小友还有什么要求吗？星翼长老问道。1个月后，我要去鬼宗殿参加拍卖会，这个时间不能冲突，绝对不冲突。楚风还未说完，星翼长老便抢先说道。还有就是，我希望星翼长老能保护我去鬼宗殿。楚风笑着说道。你这要求还真多。夏雨儿笑着瞥了楚风一眼，但是他这一笑，倒也是说明楚风的条件，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没办法，难得有人求我办事，我还不得狮子大开口，谁让我这么穷，还麻烦一大堆呢。楚风摊手说道。麻烦你自己惹的，怪谁？其实就算韩愈他们过分，你也没必要把事做绝，大可以等日后你真的成长起来再找他们麻烦。夏雨儿说道。人活一口气，若是处处都要忍，那活得也太憋屈了，那不是我楚风的生存之道。若是那样憋屈的活着，还不如让我死了。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果然有魄力，自古以来成大事者皆是如此啊。星翼长老夸赞道。那前辈究竟行不行啊？楚风问道。这自然不成问题，到时候老夫亲自护送楚风小友前往鬼宗殿，保证那些牛鬼蛇神不敢打扰你。星翼长老说道。那就有劳前辈了。楚风冲着星翼长老抱了抱拳。应当的，小友先将这仙兵收起来，至于炼兵材料，我这就命人去给你准备，一定在进入传承窟之前就将你所需的报酬全部给你。星翼长老说道。那我们何时前往传承窟？楚风问道。现在就在路上，要不了多久也就到了，肯定不会耽搁你去参加鬼宗殿的拍卖会。夏雨儿说道。对了，宋云飞去不去？楚风问道。因为传承窟只有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小辈才能进去，所以宋云飞不去。夏雨儿说道。这么说来，他只是修为强横，结界之术还是差了一点意思。楚风说道。算是吧。夏雨儿说完此话，又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问道。
干嘛问他？莫非你怕他？怕，当然怕，他修为比我强那么多，我可斗不过他。楚风笑着说道，你倒是不虚伪，不过我觉得你不怕他。夏雨儿说道，为何这么说？你怎么觉得的？楚风好奇地问道，你连秦鹏都不怕，怎么会怕宋云飞？说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有恃无恐？夏雨儿问道，因为我知道你有求于我，不会让他们杀了我的。楚风说道。夏雨儿撇着小嘴瞪了楚风一眼，不想说就算了，本姑娘不勉强。楚风当然不会告诉夏雨儿，他有一把魔兵，那魔兵威力极强，所以楚风只是笑了笑，没有继续聊这个话题。丫头，问你一个问题啊。楚风说道。什么问题？夏雨儿问道。变换秘境的游戏，你是故意拿来测试我的吧？楚风问道。楚风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测试，若是楚风未能获得第1名，夏雨儿应该就不会找楚风帮忙了。既然猜到了，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反正你都合格了。夏雨儿笑眯眯地说道，她笑得很甜，她这样的笑容，若是投给其他男子的，怕是已被他迷倒，神魂颠倒，恨不得为自己奉献自己的全部了。但是楚风却很冷静，毕竟他知道夏雨儿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女子，这一次是有求于他，所以很是友好，下一次搞不好就会对他动杀念了。毕竟楚风看到过不该看的。然而在楚风赶往那平山峡谷的途中，他在虚空神树所做的事也正在传遍四方。在虚空神树前往鬼宗殿的路线上，几道身影在空中快速移动，他们速度很快，5仙之下者根本都看不到他们，也感应不到他们，哪怕从身边走过也是毫无察觉。他们是鬼宗殿的人，鬼仇老者站在前端，以他的修为带着鬼宗殿的人赶路，而鬼眼童子则在其身旁。师尊，这楚风真的这么重要？重要到要与宋云飞决裂？那宋云飞很是记仇，你让他当众出丑，他日后若是坐上星陨圣地掌教的位置，怕是不会给我鬼宗殿好果子吃。向来沉默的鬼眼童子忽然开口了，原来鬼仇老人是他的师尊，这其中的厉害，为师怎么会不清楚？可是既然宋云飞自讨没趣，非要逼我做个选择，那我只能弃他而选楚风。鬼仇老人说道。师尊，弟子不解，还望师尊明示。鬼眼童子说道。我在楚风的身上看到了楚轩辕的影子。鬼仇老人说道。楚轩辕，听的这个名字，莫说鬼眼童子，就连鬼宗殿同行的其他人也都是目光一变。楚轩辕的名字乃是晋祠，现在小辈对楚轩辕了解的不多，可是鬼仇老人却常为鬼眼童子讲述关于楚轩辕的事迹，所以楚轩辕是怎样的一个人，鬼眼童子很是清楚。楚风真有那么厉害？鬼眼童子问道。以我来看，有。鬼仇老人说道。师尊，那依您看，楚风是不是楚轩辕的儿子？鬼眼童子问道。如此天赋，必成大器。是不是楚轩辕的儿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楚风的潜力有多么可怕。这是一头还未苏醒的真龙，我们必须在其苏醒之前与其交好，哪怕只是获得他的一点好感。可是在其苏醒而来，翱翔9天之际，对我们都是有利而无一害。至于那些与楚风为敌者，妄想在其苏醒前将其扼杀者，真的只是自掘坟墓，迟早有他们后悔的那一天。鬼仇老人说道。试问这样的楚风值不值得我们与宋云飞决裂？鬼仇老人笑着看向鬼眼童子，依照弟子来看，若楚风真有如此潜力，莫说与宋云飞决裂，就算是与星陨圣地决裂都值。鬼眼童子说道。哈哈，这一刻鬼仇老人开心的大笑起来，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决定得到弟子的赞同而感到高兴，也可能是单纯的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庆幸。总之他此刻的笑发自内心。时间过得很快，消息也传得很快，宇文城大殿内，宇文城城主以及宇文城的当家长老全部都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客人，这名男子面容冰冷，却有气宇不凡，气场极强。这里明明是宇文城的地盘，可是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宇文城的城主，都很惧怕这名男子，而他乃是剑王之城的城主韩若修。韩兄，我宇文城与你剑王之城向来交好，你我更是相识多年，廷义可是你的侄儿，难道这一次你真的不肯出手相助吗？宇文城城主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这件事我剑王之城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但还轮不到我出手的地步。颜红兄，不是我说你啊，小辈之间的事就让小辈去解决吧，咱们若是掺和，岂不是要被人耻笑？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家韩愈迟早会收拾了那个楚风，他活不了多久了。剑王之城城主以一种很是无所谓的语气说道。只是那楚风绝非等闲之辈，若是放任他成长想去，怕是对我们都很不利啊。宇文城城主担心地说道。我说过，我家韩愈会收拾那楚风。剑王之城城主的态度变得有些不悦，面对如此强势的剑王之城城主，宇文城城主也是不再言语。对方不想帮忙，他们也无法强求，只是想起他们二人曾经的关系，他则有些心寒。城主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就在这时，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这个人并非是宇文城的人，而是剑王之城的人，是剑王之城城主的随身护卫。发生何事？这般大呼小叫，成何体统？眼见着自己的手下在宇文城众人的面前这般惊慌失措，剑王之城城主顿时就露出了怒容。城主大人，您快看看这个！然而那位护卫却也顾不得剑王之城的城主是否高兴，而是将手中的一封信函递给了剑王之城。看到那信函，剑王之城城主顿时脸色大变，猛然之间，一声怒吼响彻大殿。楚风，我跟你没完！忽然间的变化让宇文城的众人面面相窥，很是不解。可是他们却也猜到此事是与楚风有关。好奇之下，宇文城的众人都是将目光投向了那封信函之上，而这一看，他们的心中也顿时是五味杂陈，可谓有喜有忧。那信函乃是秦鹏传过来的，上面的内容
自然是讲述了韩愈和楚风切磋，结果修为被废，秘籍被夺的事。宇文成之所以喜，是因为他们知道楚风此举无疑是触碰了剑王之城城主的底线，毕竟韩愈可是他的亲生儿子，自己儿子修为被废，自家传承秘籍被夺，甚至还要被公开拍卖，是个人都咽不下这口气。这一次根本就不用他们哀求，剑王之城城主都一定不会放过楚风。可是他们也很担忧，因为楚风成长速度太快了，并且在此期间秦鹏本是可以杀了楚风的，却被星陨圣地的星翼长老拦下，这说明楚风和星陨圣地已经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假如星陨圣地执意要保楚风，那哪怕宇文成和剑王之城联手，显然也都不是无法奈何楚风，毕竟星陨圣地那样的庞然大物可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我答应与你们联手，鬼宗殿拍卖大会，我们一同去将那楚风给灭了。就在宇文成城主心中揣测之际，剑王之城的城主忽然开口了。这一刻，宇文成城主心中有些无奈，他和剑王之城城主相识那么多年，如今需要他帮忙，苦苦哀求那么久，剑王之城都不肯与他们联手对付楚风，而现在他态度如此大的转变，却也与他自身的求助无关，反而是因为楚风触碰了剑王之城城主的底线，这让宇文城的城主心中很不是滋味。怎么，莫非你不愿与我联手？好，不联手也罢，没有你宇文城，我韩若修同样灭得掉那楚风。见宇文城城主犹豫了一下，正在气头的剑王之城城主竟将自己的怒火撒在了宇文城城主的身上。不联手就不联手，宇文城要对付一个区区楚风，还用得着你剑王之城插手吗？你以为你剑王之城算是什么东西？可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在大殿之内响起。此话一出，那剑王之城城主的体内便散发出了磅礴的威压，那等强大的气息顿时压迫的宇文城众人面露痛苦之色，哪怕宇文城城主也是抵挡不住这剑王之城城主的威压。你宇文城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这么与我说话！剑王之城城主狠狠地扫视着宇文城的众人，眼中竟然涌现出杀意。这一刻，宇文城的众人害怕极了，毕竟剑王之城城主正在气头之上，这个时候刺激他，那可真是找死。搞不好剑王之城城主真的会对他们先动杀手。是谁这么放肆，竟敢说出这样大言不惭的话？还不快快向韩城主赔不是！宇文城内一个贪生怕死的老者大声说道，竟然要老夫向这区区韩若修道歉！整个大千上界还没有人敢这般与老夫说话。可就在这时，那苍老的声音却是再度响起，这一次他的声音中掺杂着一丝怒意。而几乎就在他的声音响起之际，只听砰的一声，宇文城那个贪生怕死的老者竟然肉身碎裂。暴铁王，这样的变故顿时让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动，随后汗毛的竖立了起来，包括那剑王之城的城主也是隐隐间感到了不安。他们直到此刻才注意到，那个声音并非在场之人所发出的，并且那位出手杀人连剑王之城城主都没有感受到丝毫的预兆，这说明那位出手之人的实力更可能比剑王之城城主还要强横。这一刻，倒是宇文城城主最先反应过来，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先是3叩9拜，这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师尊，是您吧？您终于回来了，徒儿等您等的好苦啊！”什么？是城主大人的师尊？这一刻，莫说是宇文城的众人惊讶，那剑王之城的城主更是吓得赶忙收回了自己的威压。此刻的他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儿子修为被废，自家传承被夺的愤怒，脸色苍白的站在那里，规规矩矩的，连个大气都不敢喘。先前的嚣张劲早就烟消云散，不是他胆小，实在是因为宇文城的城主走了狗屎运，曾拜了一个非常了不起大人物为师，这个人叫做宇文华藏。这宇文华藏在整个大千上界都是1号人物，那可是一个能够与星陨圣地掌教及乐谷谷主到皇宫公主、鬼宗殿殿主一同畅饮谈笑风生的存在。虽然他无门无派，可是若论实力，哪怕星陨圣地也不愿得罪。可是宇文华藏多年之前前往其他上界，就此音讯全无，许多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莫非还没死？若真的没死，那这宇文城怕是要变天了。若有宇文华藏为其撑腰，整个大千上界除了处世天族，还有谁敢动他宇文城？徒儿，起来吧！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宇文城城主身前，将宇文城城主搀扶了起来。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的身材不高，可是却一脸横肉，一头白发，以及浑身的衣衫更是无风自动，甚至仔细观看会发现他的周身都散发着淡淡的白光，就如同仙人一般。而他正是大千上界大名鼎鼎的存在宇文华藏。徒儿拜见师尊。宇文城城主看到自己的师尊，顿时大喜，赶忙便要再度跪下拜见宇文大人。而宇文城的其他人也在同一时间跪下，包括剑王之城城主也不例外。此刻剑王之城的城主当真是害怕极了，他不仅面色苍白，更是汗如雨下，甚至明明跪在地上，却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他的身体都在颤抖。韩若修，你这小子脾气见长啊！我明明记得我在的时候，你整日缠着我家颜红，为首是瞻，怎么现在你都摆起大哥的谱了？宇文华藏将那冰冷的目光投向了剑王之城城主。大人，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小人得意忘形忘了本，请大人责罚，请大人责罚！剑王之城城主一边求饶，一边猛地叩头，连着用特殊材料打造并且加持过结界的地面都被他硬生生的用头震碎了。他很果断，没有一丝尊严，直接选择了最卑微的方式。算了，你一个小辈，我与你计较什么？只希望你能够长个记性，都是自家人，耍什么横啊？废了你儿子的不是那个叫楚风的吗？宇文华藏说道。是，宇文大人说的是我愚钝，是我愚钝了。剑王之城城主说道。起来吧！宇文华藏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便都站起身来。此刻剑王之城城主还在擦拭脸上的汗水，他庆幸极了，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因为他很清楚这宇文华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狠辣的存在。今日他那般得罪，却能在宇文华藏的面前捡回一条命，他怎能不庆幸？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起来了之后，宇文华藏却发现宇文城的城主居然还在跪着。宇文城的城主不仅跪着，同时他早已是泪如雨下，他哪里还有一个城主的威风，简直就像是一个大人不在家，自己被欺负了的孩子，哭的那叫一个委屈。颜红啊，看来师尊不在的日子，你真是受苦了。宇文华藏再度将宇文城城主搀扶了起来。师尊，徒儿不怕受苦，可是廷义和华龙他们，不用说了，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没关系，我宇文华藏既然回来了，就会让所有人都记起我宇文华藏的名字。鬼宗殿拍卖大会，那楚风不是会去吗？刚好我就在鬼宗殿的拍卖大会，让所有人都记起我宇文华藏的名字。宇文华藏语气平淡，可却霸气十足，而对于如此猖狂的话语，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宇文华藏是在吹牛，因为宇文华藏的确具备着那样的实力。与此同时，楚风等人在经过一番赶路之后，已是来到了所谓的平山峡谷，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入，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等待着。是在等待九玄宗的人吗？楚风问道。不是，我星陨圣地的人。夏雨儿说道。楚风小友，稍等片刻，他们很快就会到了，同时也会带来你所需要的报酬。新义长老笑着说道。新义长老不愧是活了多年的人精，到底是精明。只是一句楚风所需要的报酬也会一起到，就不由得勾起了楚风的兴趣，毕竟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楚风自然也希望快一点得到哪些炼器材料。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就有10几道身影从天而降，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星陨圣地的人，其中一位红发老者，他的实力最强，甚至楚风隐隐间觉得这位红发老者的实力甚至还要在星翼长老之上。拜见太上长老。果不其然，当那红发老者落下之后，哪怕连星翼长老和夏雨儿也是赶忙向其施礼，而那红发老者则是微微点头，连话都没说。这还是楚风第一次看到星陨圣地的人中有不把夏雨儿和星翼长老当回事的人，但是显然楚风已经引起了那红发老者的注意，他有些不悦地看了楚风一眼，随后对星翼长老问道。他就是那个楚风。太上长老，他就是楚风。星翼长老禀告完后，又赶忙对楚风说道。楚风，这乃是我星陨圣地的13位太上长老之一，拓跋长老。楚风明白星翼长老的意思，是让楚风感激向这个拓跋长老施礼。说实话，楚风很不喜欢这种人，按照楚风自己的性子，不可能对这种人施礼，哪怕明知道他身份高贵，实力强横，也不会那么卑微，主动去迎合他。可是星翼长老开口，楚风总要给他一个面子，于是还是不情愿地抱了抱拳，施礼说道。晚辈楚风拜见拓跋长老。可是对于楚风的施礼，那拓跋长老却是理都不理，而是对身后的一位跟班使了一个眼色。星翼长老接收到拓跋长老的眼神后，那位跟班赶忙走到星翼长老的身前，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星翼长老。这样的材料我星陨圣地有的是，只是如此浪费，却也不是好的习惯。听得此话，星翼长老脸色有些不好看，可却也只能苦笑一声，没有多说什么。至于也听出了话中之意，这分明就是看不起自己啊。但是楚风也没说什么，他是星翼长老和夏雨儿请来的，无需在乎这种人的看法。这个红毛老登台是什么意思？浪费？什么浪费？是请你浪费资源吗？他奶奶的，他请谁不浪费资源？莫非是那个绿毛的小白脸？楚风没什么，可是女王大人可就不干了，顿时炸了毛。而女王大人所指的绿毛小白脸，其实也早就引起了楚风的注意。跟随拓跋长老来的基本都是星陨圣地的人，不过2个除外，一个是这个绿毛小白脸，他与楚风一样都是小辈，而另外一个则是一个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白的有些吓人的老者。那个老者并非等闲之辈，因为他身上穿着的乃是戒灵尊袍，这戒灵尊袍当真耀眼，无论是形态还是气势，都远非仙袍可比。尤其是这位老者所穿的戒灵尊袍，其中更是巨龙奔腾，就仿佛他的戒灵尊袍内有着无数条巨龙一般，而这说明那个老者乃是一名龙纹级尊袍级戒灵师，这可是大千上界最高级别的戒灵师。而除了龙纹级尊袍戒灵师的身份之外，楚风知道此人也是一位武仙强者，虽然他的修为可能还不如星翼长老，更不如那个拓跋长老，可却也的的确确是一位武仙强者，只是具体修为楚风也无法确定罢了。拓跋长老这个小子便是那个楚风吗？修武的修为倒是还算凑合，只是戒灵之术始终只是门外汉，叫他来有什么用？这次进入传承窟，有我孙儿修罗赵坤在，保你们胜过那九玄宗，请他来不过是浪费名额罢了。那个尊袍戒灵师开口了，如果说拓跋长老目中无人，那么他更目中无人，说话也更加的刁钻无理。听得此话，夏雨儿和星翼长老的脸色都是不同程度的流露出了不悦的情绪。说到底，楚风都是他们请来的，结果拓跋长老和这个老者竟然这般看不起楚风，他们也很是不爽。不过相比于夏雨儿和星翼长老，楚风倒是非常的平静。楚风已经知道这一次星陨圣地总共请来了2个帮手，一个是他楚风，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那个叫做修罗赵坤的绿毛男子了。既然同样是帮忙，总有一展身手的时候，现在废话都没用，等到了真章的时候，看谁实力更强就可以了。所以楚风一言不发，就像他们的讨论与楚风无关一般。可是楚风不想招惹人，不代表旁人不想招惹人。那叫做修罗赵坤的绿毛男子竟然向楚风走来，看他的样子像是要过来主动与楚风打个招呼，可是最终他却从楚风身旁走过，径直的走到了夏雨儿身前，简直就像是在戏耍楚风一般。夏姑娘，你放心，有我修罗赵坤在，这一次的传承点
一定都是属于星陨圣地的。修罗赵坤自信满满的对夏雨儿说道。楚风看得出来，夏雨儿其实有些反感这修罗赵坤，可这夏雨儿是什么人啊？这可是一个蛇蝎美人，心中所想自然不会表露而出，所以哪怕很烦这修罗赵坤，可是夏雨儿还是嫣然一笑，对其说道：赵公子在，我自然放心，到时候我就跟着赵公子身后，就不怕九玄宗的欺负我了。放心放心，有我修罗赵坤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也没人欺负得了你。修罗赵坤拍着胸脯保证着，而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其实夏雨儿很反感他，竟然还回过头来，甚是得意地看了楚风一眼，那种目光就仿佛在对楚风说：小子，看到没？星陨圣地的圣女对我多么热情，而你只能像个木头桩子一样被冷落。对于这种目光，楚风只得在心中冷笑，心想这有什么可得意的？老子看过夏雨儿不穿衣服的样子，你看过吗？说出来还不得羡慕死你，嫉妒哭你。好了，算一算时间，九玄宗的人也快到了，我们去与他会合吧。星一，你带着他们两个过来。拓跋长老说完此话，便一道强光闪过，光芒消失之际，拓跋长老以及修罗赵坤，还有那位尊袍界灵师等人同时消失了。此处便只剩下了楚风以及星一长老和夏雨儿。这是什么意思？连带我们一城都不情愿吗？还是太上长老呢？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不就是被我师尊掌过2个耳光吗？有本事找我师尊算账去，对我这个弟子出什么气？那拓跋长老走后，夏雨儿很是不悦地开口了。此刻的夏雨儿收起了她的伪装，嘟着小嘴，那气嘟嘟的模样倒是有些可爱，就仿佛这才是真正的她。而她的一番话也是让楚风知道了那个拓跋长老为何连夏雨儿这种星陨圣地未来的传承者都不待见了。搞了半天是和夏雨儿的师尊有矛盾。此刻楚风倒是有些好奇夏雨儿的师尊是谁了。不管是谁，但是楚风此时此刻都很欣赏他，不因别的，只因为夏雨儿的师尊曾上过那不可一世的拓跋长老2个耳光。楚风小友，这是你的报酬，先收下吧。此刻星一长老终于将那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楚风检查了一番，发现这些材料的品质当真极佳，于是便收了起来，同时问道：那个绿毛小子和那个老头究竟是谁啊？那位老者名为赵匡风一，可以说是我大千上界最强大的界灵师之一，哪怕仙冰山庄的庄主都曾败在过他的手中，并且他不属于任何门派，乃是一位散修，所以各方势力都想要拉拢他，包括我星陨圣地。星一长老说道。难怪那么目中无人，原来是有着一些资本。楚风淡淡的笑了笑。至于修罗赵坤，乃是赵匡风一的孙子，也是他的传人，是当今大千上界公认的界灵之术最强的小辈。星一长老说道。他爷爷姓赵，他为什么叫修罗赵坤？楚风问道。因为他是罕见的修罗界灵师。星一长老说道，并且在提及修罗2字的时候，他的语气明显加重了，甚至就连神色都有了一些变化。由此可见，对于修罗界灵师的身份，星一长老是多么的重视。竟然是修罗界灵师！楚风和你一样啊！女王大人有些兴奋，看来是遇到对手了。此刻楚风也是变得莫名的兴奋。闯荡修武世界这么久，界灵师简直见了太多，甚至到了大千上界之后，几乎每个人都是界灵师。毕竟想成为界灵师的必备条件是精神力，而精神力对于高手而言是可以强行灌输的。如果说在九州大陆界灵师非常稀少的存在，那么从东方海域开始，界灵师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见了那么多界灵师，修罗界灵师却一直都是传说。除了在九州大陆看到的那个修罗鬼塔，楚风连修罗界灵师的影子都没看到过，就仿佛整个修武世界只有他一个修罗界灵师一般。而现在楚风终于遇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修罗界灵师。楚风一直觉得自己的界灵师很强，就是因为能从修罗灵界提取结界之力。那么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都是从修罗灵界提取界灵之力的界灵师，楚风自然很想和他一较高低。对手？哼，那个绿毛小子，他的确是遇到对手了。本女王会让他吃苦头的。女王大人说道。哎呦，我的女王大人似乎很自信啊。楚风笑嘻嘻地说道。那是，你以为算了，到时候你自然会清楚。女王大人欲言又止，修罗界灵师又如何？只是稀少罢了，未必就是最强的。楚风，我可是看好你的，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就在此刻，夏雨儿走到楚风身前，以一种充满了期望的目光看着楚风。夏姑娘，你这样的话我压力很大的。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反正你不能让那个修罗赵坤出尽风头。夏雨儿说道。好，我尽量。楚风谦虚地说道。好了，咱们也该过去了，若是让太上长老等久了，老夫也是要跟着挨训的。星一长老说话间便带着楚风和夏雨儿向那所谓的传承窟走了过去。这传承窟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位于这平山峡谷地底深处的一座遗迹之内，并且被星陨圣地加持了隐藏结界，所以一般人来到此处还真就难以寻到这传承窟。而这所谓的传承窟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的洞穴入口，洞穴上面写着传承窟3个大字。至于洞穴的入口被一块巨石封死了，这巨石看着寻常，可却绝非凡物，乃是一种宝物，正是它阻隔了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人。因为时间还没到，所以楚风等人需要等待。拓跋长老和赵匡风一他们2个虽目中无人，可是彼此却是看着对眼，二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至于修罗赵坤和星陨圣地的其他3位弟子，则是一直缠着夏雨儿。楚风就如同被孤立了一般，不过楚风却觉得这样正好，因为楚风本身也懒得与他们交谈，倒不如自己落得清静，可以思考一下修武之道。但是没过多久，一队人马便来到了这传承窟之前，一眼望去，楚风能够看到对方来了21个人，其中5个是小辈，其中3男2女，剩下的全部都是长辈。他们的修为竟然全部都是5仙境，
而为首的乃是一个头戴发冠、手握佛尘的银发老者，他的气息很强。楚风觉得他是一个不弱于拓跋长老的存在。看来这九玄宗还真的请来了帮手啊！楚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21人中有19个都穿着相同白色长袍，身负玄铁黑剑，腰间别着的令牌上面写着九玄2字，这说明他们都是九玄宗的人。唯有2个人没有穿着九玄宗的服饰，也没有带着九玄宗的令牌，这就是5个小辈中的2名女子。这2名女子说来也是奇怪，她们穿着相同的彩色裙摆，一个留着蓝色长发，扎着长长的马尾辫，另一个同样扎着长长的单马辫，不过头发的颜色却是红色。不过之所以说她们奇怪，是因为她们2个的脸上都戴着一个面具，那面具是白色猫脸的面具，看上去很是俏皮，可却掩盖了这2名女子的容颜，哪怕楚风的天眼都是看不透。那白色猫脸面具乃是宝物，不过虽然看不到面容，可是当这2名女子出现后，却也引得星陨圣地这边年轻男子的关注。哪怕是那个自视甚高的修罗赵坤，也是一直盯着2名女子，因为这2名女子的身材真的是没得说，前凸后翘的，那叫一个诱人。尤其彩色短裙下那一双雪白的长腿，真的是看人直吞口水。拓跋兄，相隔100年，我们又见面了，这便是星陨圣地的新一代圣女吗？还真是出落的大方，长得俊俏啊！九玄宗那名为首的长老靠近后，对夏雨儿赞不绝口，前辈过奖了。夏雨儿倒也是机灵，赶忙恭敬的回礼，哈哈，不仅长得俊俏，还很懂礼貌，真是不错啊！像你这么招人稀罕的小丫头，可真是少见个。九玄宗那位为首的银发老者越发的欣赏夏雨儿，而此刻并不喜欢夏雨儿的拓跋长老则是一阵干笑，有些尴尬，似是为了找到新的话题。拓跋长老将目光投向了九玄宗的3位男弟子，这3位小辈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不仅身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竟也都有着6品真仙的修为，天赋之强，当真厉害。九玄宗还是一如既往的人才辈出啊！拓跋长老说道，我九玄宗专攻修武，结界之术多有荒废，这100年之内就只出了这3个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让拓跋兄你见笑了。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笑着说道，哪里，我星陨圣地今年也只出了3位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而已。拓跋长老说道，2者相互恭维之下，赵匡风亦则是坐不住了，他似乎迫不及待的想要让他的孙儿展示一下实力，于是开口说道，拓跋兄，请问这传承窟开启还要多久？怕是还要有3个时辰。拓跋长老说道，3个时辰那么久，反正闲来无事，不如让这几个小辈切磋一番可好？赵匡风亦说道，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李兄你意下如何？拓跋长老对九玄宗的银发老者问道，自然是没问题，只是不知要怎么切磋呢？九玄宗的银发老者问道，切磋结界之术自然是要1对1，就用最简单的攻防之法吧，一方守一方攻，彼此转换，最先攻破对方结界阵法者胜，而布阵时间为1炷香，可好？赵匡风亦说道，好，就这么定了。九玄宗的银发老者爽快的应道。这一刻，修罗赵坤立刻站了出来，他自信满满，就如同帝王审视平民。虽然同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可是显然修罗赵坤没有将对方5个人任何一个放在眼中。你们谁先来？修罗赵坤问道。我九玄宗的弟子倒也爽快，立刻有1名男弟子站了出来。你的话，我只是一击就可胜你。修罗赵坤轻蔑地审视着对方，他非常的高傲，他的傲气甚至让他不顾及对方的身份，那可是九玄宗啊，九玄上界的霸主级势力，若论实力，哪怕星陨圣地也是不及对方。所以当修罗赵坤此话一出，莫说那名站出来的九玄宗弟子很是不悦，九玄宗的诸位长老也很是不悦。这位小友好是自信，不知是何来头啊？九玄宗的银发老者问道。哦，李兄忘记介绍了，这位乃是我大千上界赫赫有名的界灵师赵匡风一，而这位小友乃是赵匡风一的孙子修罗赵坤。拓跋长老介绍道，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修罗界灵师。听得赵匡风一和修罗赵坤的名字后，莫说九玄宗的小辈，就连九玄宗的长老们也是目光一动。看来修罗界灵师真的是名声在外，不仅大千上界知道，就连九玄上界的人也是听闻过修罗赵坤的名号。可能修罗界灵师传得太深，那个被修罗赵坤讽刺的九玄宗弟子原本一脸怒容，可是当听闻修罗赵坤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修罗界灵师后，竟然面露惧怕之意。他不断的看向那2名穿着彩裙的性感女子，只是那2名女子却是理都不理他，这让那名九玄宗弟子进退两难，很是尴尬。而此刻修罗赵坤则是越加得意，不仅他得意，他的爷爷赵匡风一也是一脸得意，甚至那拓跋长老还特意看了一眼楚风和新义长老以及夏雨儿，那种目光就好像在说，看到了吗？我请来的人不用出手都足以威慑着对方，再看看你请的那算是个什么玩意？对于这种目光，新义长老只是苦笑，而夏雨儿则是有些生气。至于楚风依旧很是平静，他不急于出手，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楚风也想看看对方的实力究竟如何，所以索性就让他们先交手，自己先观察一番再说。赵兄，你的实力太强了，你若直接出手，怕是没有兄弟我展现的机会了，不如你先休息一下，让兄弟我先展示一番如何？就在此刻，星陨圣地的一名男弟子走了出来，你出手，若是输了可别怪我。修罗赵坤鄙视的说道，输了也没事，我若是输了，不还是有赵兄你呢吗？那名男子似是很惧怕修罗赵坤，一脸的陪笑，哪怕修罗赵坤那般讽刺他，他也不生气。除了面对楚氏天族小辈的时候，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星陨圣地的弟子对其他小辈这般卑微，这倒也是侧面的说明，这修罗赵坤在小辈之中的确是有着一定地位的。那倒也是，你就先去吧。修罗赵坤说话间便大摇大摆地走了回来，
在此期间，他还故意看了一眼楚风，眼中尽是鄙视之色，甚至比看星陨圣地的那名弟子还要过分。在下星陨圣地弟子江乐志，请多赐教。在下九玄宗弟子穆安，请多赐教。二人先是施以一礼，随后便立刻开始布置阵法。他们倒也是有默契。星陨圣地的弟子布置了攻杀阵法，而九玄宗的弟子则是布置了防御阵法。一炷香的时限到的时候，二者的阵法皆已布置完毕。星陨圣地弟子布置的乃是一条金色的巨龙，声势逼人，只是在楚风来看，声势有余，威力却是不足。而九玄宗的那名弟子布置的防御阵法只是一个圆形球体，将其护在当中，没有任何的花架子。虽然看着朴实，可是防御力却是极强。星陨圣地的弟子要说，楚风说道，我看也是。女王大人说道。随后只见耀眼的金色巨龙带着阵阵吼声，便攻向了九玄宗的球形防御阵法。一声轰鸣响彻八方，金色的涟漪更是肆虐开来，充斥了这方遗迹。可是此刻星陨圣地的长老们却是眉头一皱，他们都能清晰的看到，在他家弟子的攻势下，九玄宗弟子的防御阵法竟然是纹丝未动，只是出现了几道裂痕而已。虽然同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可是这差距不可谓不大呀。怎么会？眼见着自己的攻杀阵法竟被对方如此轻易的就挡了下来，星陨圣地的那名弟子立刻就慌了，该我了。可是九玄宗的弟子明显不想给星陨圣地弟子翻身的机会，他立刻开始布置攻杀阵法。我还没准备好。星陨圣地的弟子说道，有人开始，你就也要开始，二者必须同步，这是规矩，否则吃亏的是你。九玄宗的一位长老说道。这种情况下，星陨圣地的弟子也是别无选择，只得立即布置阵法。但是可能是先前的攻杀阵法耗费了太多精神力，这一次他布置起来非常的吃力。很快的一炷香时间已经到了，可是他的防御阵法却还没有布置完成。就在这时，九玄宗弟子的攻杀阵法已是轰然而至，不仅将他那未完成的防御阵法轰得粉碎，更是直接轰在了星陨圣地弟子的身上。虽然这种攻杀阵法倒是不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可却将他冲倒在地，显得甚是狼狈。没用的东西，这一点本事也敢出来丢人献丑，滚回去！此刻星陨圣地的一位长老甚是愤怒，毕竟这不仅仅是弟子之间的较量，同时也是势力之间的较量。那名弟子败得那么惨，着实让星陨圣地感到难堪。我来！就在此刻，星陨圣地的另外一名男弟子站了出去。怎么，你要挑战我？九玄宗那名刚刚获胜的弟子此刻一脸轻蔑地看着刚登场的星陨圣的弟子。没错，这一次换我来挑战你。星陨圣地的弟子说道。那便来吧，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九玄宗的弟子依旧很是轻蔑地说道，就好像经过先前的较量，他已经了解星陨圣地弟子的实力，所以他此刻显得更加的自信了，同时也不再尊重对手。很快的，二人开始交手，可是这一次竟然复制了上一次的对决。星陨圣地的弟子败了，他完全不是九玄宗弟子的对手。算了，换我来吧。此刻修罗赵坤以一种无奈的语气开口了，且说话间也是慢悠悠地站起身来，他是准备出手了，可是他却也并没有正视九玄宗的弟子。如果说九玄宗的弟子并没有将星陨圣地的弟子放在眼中，那么同样的，这修罗赵坤也并没有将九玄宗的弟子放在眼中。还是先让我来吧。可是修罗赵坤他还没走出去，一道身影便抢先飞掠而出。看到这一位，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哪怕九玄宗那位连胜2局的男弟子，目光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他的眼中没有了轻蔑，反而尽是欣赏，因为这个人乃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夏雨儿。我来和你试试。夏雨儿笑着说道。好啊，这真是太好了，能与夏姑娘交手，绝对是我的荣幸啊。九玄宗弟子一脸陪笑的说道。此刻的他根本不像是面对敌人，态度那叫一个和善，甚至可以说是殷勤。而他这样的态度与先前简直就是天差的别，这让之前败给他的那2个星陨圣的弟子气得咬牙切齿。区别对待没问题，可是这样明显的区别对待着实让他们难以忍受。我攻你手可好？夏雨儿笑着问道，他的笑容非常具有杀伤力，看得九玄宗的弟子眼睛都直了。好好好，就一下姑娘。九玄宗的弟子连连点头，看那个样子，他哪里还有认真交战的心情，仿佛他的魂魄都被夏雨儿勾走了一般。那么我可开始了。夏雨儿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而九玄宗的弟子也是赶忙应战，似乎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对夏雨儿充满了期待，所以几乎所有人围观者都变得格外的凝重，哪怕楚风也不例外。毕竟夏雨儿不是寻常的弟子，而是星陨圣地的圣女，是星陨圣地未来的传承者。终于一炷香时间到了，而夏雨儿和九玄宗的弟子也是同时布置好了阵法。九玄宗的防御阵法还是那个看着很是寻常的球形防御阵法，而夏雨儿的攻杀阵法看上去也很简单，那是一把长枪，这把长枪只有10米长，在攻杀阵法中来看绝对是非常小的一种。看来这次总算轮到星陨圣地的赢过一局了，楚风说道。而就在这时，夏雨儿的攻杀阵法发动，轻而易举地变动穿了九玄宗那位弟子的防御阵法。然而夏雨儿的实力绝对不仅于此，他在战胜了这名九玄宗的弟子之后，又连续战胜了2名九玄宗的弟子。也就是说，九玄宗的那名弟子虽然连续击败了2名星陨圣地的弟子，可是最终到场的3位九玄宗弟子却全部败给了夏雨儿。星陨圣地圣女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此刻九玄宗的那名银发老者忍不住拍手叫好，而此刻星陨圣地的长老也都是笑开了花，哪怕是那个不喜欢夏雨儿的拓跋长老，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不管怎么说，星陨圣地的脸面总归是被夏雨儿保住了。夏姑娘还真是有些手段，不知我可否接受我的挑战？
而就在这时，那2名身穿彩裙的女子之中，留着一头蓝色长发的女子，则是身形一纵，落到了夏雨儿的对面。当然可以，刚好我也很想会一会九玄宗请来的高手呢。夏雨儿笑着说道。既然如此，那就依旧是你攻我守。那蓝发女子说话间，竟然大袖一挥，开始布置防御阵法。喂，你这也太……见蓝发女子竟然直接布阵，连个招呼都不打。星陨圣地的弟子很是不悦，开口便想斥责些什么，可是他们的话还没说完，便惊愕地发现那名蓝发女子的阵法竟然已经布置完毕。没错，那是一道为金色的半透明防御阵法。蓝发女子挥袖间，这阵法已是布置完毕，并且她并没有继续布置的动作。你是准备用这阵法来与我对决？夏雨儿问道。我觉得应付你的那把长枪攻杀阵，我的这道防御阵法足矣。蓝发女子笑道。那便试试看吧。女子的话似是激怒了夏雨儿，夏雨儿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不过她也没有因为对方的羞辱而变得冲动，反而依旧是稳扎稳打，如先前一样专心布置阵法。这倒也是符合夏雨儿沉稳的性格。终于，一炷香的时间到了，而夏雨儿的阵法也是刚好布置完毕。师妹，击碎他的玻璃罩，让他为他的自大付出代价。星陨圣地最先败下来的弟子大声喊道。对，师妹，给他点颜色瞧瞧。另外一位败下来的男弟子也是大喊起来。而几乎在第二个男弟子开口的时候，夏雨儿的长枪攻杀阵已是发动。不过这一次夏雨儿的长枪攻杀阵却有了变化，他并没有简单的轰杀过去，竟在攻杀的途中旋转起来。刹那间，那长枪攻杀阵化作了一道风龙，气势提升了几倍不止。这丫头竟然还留了后手。见到这一幕，莫说旁人惊讶，就连女王大人也颇感惊讶。毋庸置疑，这旋转起来的长枪攻杀阵威力一定是比之前要强大许多。女王大人看出了这一点，其他人也看出了这一点，尤其是星陨圣地的那2名弟子更是兴奋的不得了。在他们看来，夏雨儿的这攻杀阵法绝对是龙纹仙袍界灵师中的顶级攻杀阵，如此厉害的攻杀阵简直所向披靡。所以他们觉得九玄宗请来的那个蓝发女子是输定了。毕竟蓝发女子的防御阵法只是挥手之间的作品，这样简单的防御阵法，防御力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可是当夏雨儿的长枪攻杀阵触碰到蓝发女子的攻杀阵法之后，不仅不再旋转，竟然没有掀起一丝涟漪，就像被固定在了那防御阵法上，一动不动。可是紧随其后，那长枪攻杀阵上面传来了奇怪的响声，仔细一看，竟有裂痕浮现，原来那是碎裂的声音。猛然间，那长枪攻杀阵化作无数道碎片，如同被轰成粉碎的玻璃一般，散落在了地上。这一刻，在场的老一辈强者倒还好说，可是小一辈强者们可就惊呆了。哪怕楚风看向那名蓝发女子的目光也是多了一丝凝重。这蓝发女子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强，这是真正的高手。